西游记12，悟空被带到兜率宫，只见丹房正中摆着一座巨大的八卦炉，炉身是青铜铸成，上面刻着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对8个卦象。炉膛里火焰熊熊，热浪逼人。炉子周围站着几个看炉的道人和架火的童子，一个个灰头土脸的，显然没少受烟熏火燎之苦。老君吩咐道：“将这猴头推入炉中。”悟空一听，顿时明白了。好，你个老官，说什么蒸桑拿，原来是要烧老孙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老君捋须笑道：“猴，你偷了老道的金丹，老道烧你几天，也算是两清了。进去吧。”说罢，一挥拂尘，6丁6甲将悟空架起来，往炉口里塞。悟空挣扎住喊：“老官，你等住，等老孙出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胡子拔光，让你变成个白面书生。不对，你本来就是白面，让你变成个没胡子的老太监。”老君不理他，挥挥手推进去，扑通一声，悟空被推进了八卦炉中，炉盖哐当盖上，看炉的道人立刻扇火，架火的童子拼命添柴，火焰顿时旺了起来。炉子里又黑又热，悟空被烧得龇牙咧嘴，四处乱撞。他本想变个什么东西逃出去，可琵琶骨上的伤还没好，神通使不出来，只能在炉子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，烫烫烫。悟空跳来跳去，脚底板被烫得直冒烟。这老官真狠啊！老孙不就是吃了你几颗丹吗？至于这么大仇吗？你那丹放在那里也是放着，吃了还能帮助消化，有什么不好？他在炉子里摸黑乱走，忽然发现一个角落里凉飕飕的，不像其他地方那么烫。他循着凉气摸过去，发现那里刻着一个巽字。巽，悟空想了想，恍然大悟，巽为风，有风则无火，老孙怎么忘了这个？他赶紧钻进巽宫位下，果然这里虽然有风，却没有火，凉快多了。不过风虽然没有火，却有烟，那烟从炉膛里被风搅上来，一股一股的往悟空脸上扑，呛得他眼泪直流，鼻涕一把一把的。悟空被烟呛得直咳嗽，眼泪哗哗的流。这什么烟啊？比老君那老儿的屁还臭。老孙的眼睛要被熏瞎了。他用袖子捂住口鼻，可烟雾无孔不入，还是呛得他喘不过气来，眼泪不停的流，两只眼睛被熏得通红通红的，像两只熟透的桃子。悟空一边流泪一边骂：“老官，你等住，等老孙出去，非把你这破炉子拆了不可。你这炉子设计有问题，通风系统太差了，你应该装个排风扇，再不济装个烟囱也行啊。”老君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，捋着胡子笑道：“猴，你就在里面好好享受吧。这八卦炉是老道花了3000年才炼成的，比什么排风扇都强。你在里面待上7七49天，出来就是一捧灰了。”悟空在炉子里骂道：“你才是一捧灰，你全家都是一捧灰。老孙告诉你，你这是非法拘禁，老孙要告你，告到玉帝那里去，告到西天如来那里去，告到……”他被烟呛得说不下去了，只能蹲在巽宫位下，一边流泪一边骂，骂累了就歇一会儿，歇够了接着骂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悟空在八卦炉里不知外面过了多少时日，他每天的生活就是被烟熏，流眼泪，骂老君，饿了啃2口炉壁上的铜锈，那铜锈苦得要命，比黄连还苦，渴了就张嘴接几滴从炉顶滴下来的水珠，那水珠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又咸又涩，喝完了更渴。他时常想起花果山的日子，想起那些猴子猴孙们围着他嬉笑打闹，想起水帘洞里的石床石凳，想起那棵结满大桃的老树，想着想着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不过这次不全是烟熏的。孩儿们啊，悟空喃喃自语，你们还好吗？有没有被那些天兵欺负？有没有吃饱饭？那72洞妖王被捉去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
他又想起菩提祖师，想起祖师当年教他长生之道72变筋斗云的情景，想起祖师对他说你从哪里来便从哪里去时的语气，想起祖师警告他你这去定生不良时的眼神。师傅啊，悟空叹了口气，您老人家真是火眼金睛，一早就看出老孙会惹祸。老孙要是听您的话，老老实实待在花果山，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他又想起那些被他偷吃的蟠桃、玉酒、金丹，说实话，当时吃的爽快，现在想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蟠桃也就比花果山的桃子甜一点，玉酒也就比花果山的猴酒烈一点，金丹吗？吃起来跟炒豆子差不多，还没花生米香呢。为了这点东西，被关在这破炉子里熏49天，划算不划算？悟空摇了摇头，不划算，太不划算了。老孙这是典型的贪小便宜吃大亏呀。不过后悔归后悔，他嘴上还是不肯服软。每次老君从炉外经过，他都要扯着嗓子喊几句：老官儿，你吃午饭了吗？老孙在这里闻到香味了，你是不是在吃红烧肉？给老孙留2块。老官儿，你这炉子该保养了，炉壁上都长锈了。老孙啃了2口，苦得要命。你平时都不打扫的吗？老官儿，你这烟囱是不是堵了？烟怎么都往老孙这边跑？你找个工人来修修。老君每次听到都是笑而不答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不知不觉49天过去了。这一日，老君算了算时辰，火候已到，他吩咐看炉的道人熄火开炉。看炉的道人一听，如蒙大赦，这49天他们也没闲着，天天添柴山火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他们赶紧熄了火，等炉子稍微冷却一些，便去揭炉盖。炉盖刚揭开一条缝，就听得炉子里传出一阵奇怪的声音。看炉的道人一愣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呼噜呼噜。另一个道人侧耳听了听，好像是打呼噜的声音。炉盖完全打开，一股浓烟从炉中喷涌而出，呛得众人连连后退。待烟雾稍稍散去，众人往炉中一看，只见孙悟空蹲在巽宫位下，双手捂住眼睛，正在呼呼大睡。他浑身上下被烟熏得漆黑，活像一块刚从灶堂里扒出来的烧烤，但他的身体完好无损，别说化成灰了，连根毫毛都没少。老君皱了皱眉，凑近一看，心中暗叫不好，这猴子竟然找到了巽宫位，躲过了炉火，虽然被烟熏得够呛，却没有被烧死。正在这时，悟空被炉盖打开的响声惊醒了。下一回八卦炉中炼4九，火眼金睛自此有。